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儿的黑金山，山里面全是煤，同样都是农村，这边西山下面就有煤，我们那边是东山，东山下面全是土。这山底下的农村到这个村里面来装个马桶。我们东山那边的姑娘都喜欢嫁到这边西山来，哎，都是挖煤的，有钱。这个车撞了，哎呀，这地方也有楼房，楼房应该都是煤矿的职工，应该还有一部分是拆迁户，后边还有一部分是平房。今天我们就到这边这个小平房去装马桶。这还是原始的农村，这些房子大概30年的历史吧。别看这是农村，看到了吗？家里都有暖气。我问了一下，一年的暖气费是交260，家里还养了2只小鹦鹉，一雌一雄，挺漂亮。看起来这农村条件是有点差，但是看到这个马桶真的是不差事儿。虽然是水泥地，照样安装的是横截马桶。挨着煤矿的农村福利就是好，做的上下水，给装的暖气，水不用花钱，每年花点电费，暖气才花260，太便宜了。这是给马桶预留的接水口，是一个外丝的，厂家带的脚阀就用不上了。这些阀门都是客户之前买好的，客户家没有深料袋，顺便帮他都装上。旁边这个呢是说将来要装一个洗菜池，这个阀门也帮他装上。在我的背后呢还有一个阀门，这是一个水龙头，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接水用的，帮他也安装一下。对于咱们来说，这都是举手之劳。水泥地装马桶，这也是有史以来我第2次这么干，之前也装过。最担心的就是安装好后，马桶和地面要打一圈玻璃胶，这个玻璃胶和水泥地能不能完全粘结实呢？厂家这个水管有点短了，给他找一根水管换上。还好我的车上有库存，不然的话这地方也不好买。这些品牌的马桶其实都特别好安装。装了马桶之后，这一段水管是第一次通水，水是有点发黄，多冲2次水就干净多了。头顶上面右上角做的是一个水箱，到了夏天没有水的话，可以利用水箱的水来冲马桶。常规的流程只能是打玻璃胶，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这房子虽然有一些古老，但是它也承载着2代人30年的回忆。房子后面就是后山，后山下面全是煤。我们马桶是安装完了，大哥特别要求过来把手洗一洗，到他们家来看一看，这是他们的正房。以前都是生炉子，现在全是暖气，既安全又干净。家里面收拾得很干净，很温馨。这就是农村人的朴实和热情。这种农村人特有的热情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丢失。